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平凡人如何通过期货创富1亿元的演讲。这位一脸谦和的男人叫张卫福，来自江西农村，初中毕业。大约10多年前，在期货交易员的聚会中，我见到过他1、2次。尽管当时他已经是几十家美发店的老板，我还是对他做程序化交易的未来不免有些疑问。然而现在回望，张卫福的成功轨迹不仅令人敬佩，也彻底颠覆了我对于传统成功路径的认知。他的经历表明，成功无需依赖于特定的起点或标准，只要有着极端的专注、对学习的热爱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任何人都能达到惊人的高度。他在演讲中展现的清晰思路、缜密逻辑以及对细节的深入思考，对于那些致力于短线交易，尤其是程序化交易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借鉴。在视频下方，我会分享他所有演讲的合集，大家来一同见证他心路历程的变迁和成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个真正的跨界王的演讲。未读过大学的理发师用程序化交易盈利过亿。这位网名叫传奇的理发师叫张卫福，中国江西人，早年在福建打工，现居浙江，20余家连锁美发店的老板，期货程序化交易高手。2003年开始接触股票投资，2009年底参与期货交易，通过自学在2010年实现了期货程序化自动交易，使用金字塔平台自动化交易、多品种、多周期、多策略组合交易，目前主要使用短周期程序化交易策略，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盈利。在期货和美发2个领域游刃有余，妥妥的跨界王。以下是他的演讲：交易的4个阶段。我叫张卫福，是一名美发师。记住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当下的收入是跟我们几年前是有关系的。我们几年前的努力是决定了我们当下的收入，而我们当下的努力是为几年后的收入而做准备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积累，找正确的方向去做。就是说，其实跨度很大的。因为一方面我是一名发型师，然后呢，想要做这个行业，我觉得如果做成了，它是一个传奇，所以我把自己定义，对以后交易的所有的名字叫传奇量化。将近有11年的时间，学习量化交易对于我来说可能有一些针对自己适合的一些独特的方法吧。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白的学习。那么这种小白式的学习就是什么呢？就是去把一些基础的，就是特别像网站上面的呀，然后论坛上面的呀，或者说那个软件里面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编程，那么通过自己刻苦的努力去理解逻辑跟分析，包含去把它变成中文注释。那第2个阶段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叫向老师学习。那么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网课呀，就是线下班啊，这种培训班啊，速成班啊这种，我记得应该我参加的培训班不下几十场吧。第3个阶段就是叫做与稳定交易的，与交易为生的这些人去做一些深度的探讨。那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自我对市场的理解的奉献度跟分享也变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是一个同等的进步的一个过程。第4个阶段就是小周期多因子的一种量化交易，那一直从19年的下半年一直沿用到现在。所以不管从理论上面还是从实践上面，我们都得到一个很确定的，就是我们做量化一定要充分利用组合的优势，打得越散，理论上来说我们的绩效跟稳定性就会越高。那包容行情有震荡的，有牛市的，有熊市的，有无序波动的，有 V 型的，有 W 型的。那我如何在这个所有的策略里面，如何去包容这个行情？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组合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市场呢，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就没人能完全搞清楚市场的本质。但是它的确是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部位是可以找到所谓的一种特征的。而这种特征就是越微观越好，越细节越好，越能够用数据来证明越好。我觉得我人生很重要的2个节点，对我帮助是特别大。第一个是在我17岁学徒，就是美发的学徒生涯当中，我无意中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那么第2个节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开店了2年以后，大概在20岁左右，我看到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我觉得美发是我的起家的吧，那么交易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有一种叫做与生俱来的一种热爱。我能生存下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相对理性、客观去分析我的交易的优势跟缺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利用了计算机的一个叫做算力的优势，它可以帮我执行非常多的算法跟非常多的组合，让我相互之间产生一个非常完美的对冲。那第三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市场上保持谦虚，不自我设限，让自己永远是以市场学生的这种态度去对待以后的交易、未来的交易，以及我们不断总结之前的交易体系上面沉淀下来的优势，以及我们要改变的一些问题。一，我对交易的理解。其实交易，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把交易理解为就是去打仗，就是去一个战场。那交易是怎么来定义成功和失败呢？赚钱了就是成功的，失败就是输钱。你是韭菜还是割韭菜的那个人很重要。那么在座各位这么多人，我们从交易来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评估一下自己是韭菜还是割韭菜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可以理解为交易，其实我们一旦选择了交易，相当于我们被流放到一个无人岛里面，而且被要求在那里生存，其实不亚于这样的难度。那么如何来让自己在这个岛屿里生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如何生存下来，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以及这个岛屿里面哪些韭菜是我们可以吃的，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补养的，哪些动物，哪些的环境是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伤害的，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了解。交易也是一样的，交易是一个什么？当我们进入了这个行业，不管是主观也好，还是量化也好，还是基本面的长线、短线、高频，我觉得这些只要能赚钱，它就是赢家；只要输钱的，就是韭菜。所以我们围绕着我们的资金曲线来定断，我们实际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韭菜还割韭菜的那个人。所以我很重要的一点，我经常对自己也说，对我身边的朋友也说，我说不自我设限。我们交易就是一个生态圈，当我们交易的过程中，我们有发现，我们不要否认别的交易模式，也不要否认说，你虽然在量化里面赚了钱，我们不能否认说，基本面就赚不到钱。这世界上只有趋势跟踪才能赚钱。这种观点，这种的思维是自我设限的，是局部的，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生态圈里面，你只活在自己的那个一点点的圈子里，这个反而是不符合我们融入到这个生态圈里面的。那么我们交易也是一样的，我希望得到更多不同交易模式的朋友，能稳定盈利的朋友给我一些指导，以及给我一些观念。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我有更清楚、更客观的认知这个行业，这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生态圈、食物链。我如何做到这个市场上面的所谓的周伯通，就是越了解这个行业，我们就越能规避掉一些被割韭菜的方式。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对交易的理解，从11年前入这个行到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不要自我设限，我们要保持学习，保持我们目前不断的思考，我们的优势和缺点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二，我对常规指标的理解，因为我是做量化的，做量化无非就是一定要定出零跟一的关键，在不断的编指标的过程中，它最终呈现出来的零跟一，一就是成立，零就是不成立，一就代表买入，零就是代表没有。那么常规指标很多的，做交易的过程中，其实我在做量化的过程中，很长时间是沉淀在市场上面可以找得到的常规指标。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什么呢？往往它只能代表当下周期的一种状态跟行情，它不能表现一段时间里面的状态，以及它的运动方向，以及人的一个人气、买卖力量、成交量，这些地方很难被一个传统指标去代替。所以传统指标，很多的人在去做编程的过程中，希望用传统指标，一个指标要去找到能够长期稳定盈利的，这个就我觉得是挺困难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稳定盈利？我现在的理解为，当我们对交易这个生态圈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思维，有更多的思维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对应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在一样事物的看法越全面，我们才能越有应对的措施，而不是去揉传统的指标。所以传统的指标只是给我一个工具而已，那更多的是在我们交易的思想。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是做生意的也好很成功的，还是说做交易很成功的，还是说做股票很成功的，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方法论特别的清晰，逻辑特别的强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去像抽彩票一样去揉个指标，问一个为什么这么写，搞不清楚。那这种的，我觉得你不做韭菜，谁做韭菜？我们如果是这种的方式，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丢到岛屿的第一天，可能就被上面的食物链就把你吞噬掉了。
所以交易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每一天都经历很多，那最终是什么？我觉得要融入这个交易圈，这个生态圈，那就是我们割谁的韭菜，吃什么样的行情，谁又割我的韭菜。那对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高频的是我的天敌，他每年要从我这里赚很多钱走，那我吃谁的呢？对吧？我吃什么？我吃日间的波动，我吃人气、资金面的这些波动，这些是我要做的。如果是纯粹只吃那些散户，我觉得是融入不到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交易模式都能稳定盈利？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自我设限是非常重要的。3. 我对策略失效的理解。我们在做交易的过程中特别是做量化，我们会对这个策略有没有失效这个问题会很纠结。当我们发生回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说，那最近是不是要调整了？是不是要优化了？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会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策略的失效来源于市场交易者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失效，那种的叫做真失效。如果说是因为行情导致的原因，然后我们没有找到投资者结构发生改变的这种失效，我认为是行情难做。那举例来说 ，IC 最近半年难不难做？非常难做，它是属于失效还是不失效？那我的判断，传统的 CTA 趋势这种在 IC 上面可以断定为失效。为什么？是因为它里面掺杂了不同的交易者结构，也就是这个生态圈不一样了。本来这个岛屿里面是没有老虎的，结果呢，放了几只老虎进来，整个生态圈都变了。而你在这个生态圈里面还不知道这只老虎，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就是 IC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失效。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大的体量的不同的交易者结构，从去年就开始慢慢的逐步多了，那以后会怎么样？会很难做。所以这个至于是什么内容，就是这个里面交易者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其实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途径去理解，去了解这个为什么 IC 这段时间走势跟 IF 相差这么大，这么难做。所以失效，策略失效，总体的理解为当结构发生者，就是投资者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这个策略表现不好，那么这个就代表要重点考虑了。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当我们的政策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政策就是会导向于投资者结构发生改变。还有一个是什么？该赚的行情，比如说发生牛市了，我既然做多没赚钱；发生熊市了，我既然做空没赚钱，我震荡市我还照亏。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来思考这个商品的属性适不适合我们做我们的策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私下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回测报告，发生最大回撤了，优化一下，那是毫无逻辑的。4. 多因子小周期的核心理念。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个呢，是多因子小周期，我把它总结为3个着重的思维：生意者思维、包容行情的能力、因子一个组合。生意者思维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是个生意人。我做生意也做了20年了，虽然比较早啊，但是我觉得生意人无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理性，对数据敏感，善于计算，知道这件事情做下去成本在哪里，我的风险在哪里，我的收获又在哪里，很清楚。那我们也应该要有个这样的思维。所以生意者的思维转化成在我们量化者里面就是正期望值的策略。而这个正期望值的策略来源于我们如何判断正期望值。这个正期望值不是说总盈除以总亏等于1点大于1就行了，至少是要大于 1.3。 为什么要大于 1.3？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优势的时候，我们去组合去交易的时候才有，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才划算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包容行情的能力。包容行情的能力归类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只捕捉一种行情，如果只捕捉一种行情，我们的鲁棒性是不够强的，我们的适应性是不够强的。在做研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思考不同的行情要对应不同的策略去捕捉它的行情。就是说我们把它想成我们是一个打鱼的网，如果用一根鱼线下去抓鱼去打鱼是打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织成一个网的话，我们捕鱼的概率就高很多。所以就是我们要包容行情，那这个包容行情这个学问就很多了，就是你如何来面对 L 型，如何来面对 V 型，如何来面对 W 型，如何来针对人气特别强的时候，如何来针对人气特别弱的时候，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广泛交流，有朋友形成一个核心的朋友圈进行深度的交流，我觉得都是彼此都有成长有进步的很重要的方式。
当然，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注定我们没有办法敞开心扉，把所有东西毫无风险的分享出去。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什么呢？重要的理论，重要的看法，然后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们没有研发成功的，我们可以一起研发，共同去进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因子的构造是什么？因子的异构就是说，我们把这么多的包容行情的因子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总体我觉得做量化就一定要组合，组合是非常重要的。5. 大周期重普适，小周期重精细。其实我着重就是大周期，其实在座各位其实已经很成熟了。精细化的概念，其实在我的交易理论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么我简单分享几个短周期、短线交易重要的几个信息，在我实际当中是运用在里面的。今天我分享给各位。第一个是什么？夜盘结束的时候不要有未成交单。为什么？那么你们去找这个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白银这里上面有这么多的委托挂单，收盘以后的挂单，这些单子都叫做韭菜，就是你放在那里就叫韭菜。为什么？就是要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不能有的。在我们的交易过程中，有的人说我隔夜的时候还有未成交单，那你就是韭菜。当然，这个改变我们的绩效吗？只改变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对我们来说，一年是有进步的。第二个是什么？对我们交易生涯当中，你就降低了你的优势。所以要把这些小细节、有效的东西扣起来很重要。第二个，开盘时第1分钟不要交易。船停在码头这个过程中是最安全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滑点但滑了不是100造船的目的。为什么？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打开 Tick 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到下面就3笔单子，就从上面到下面。所以这种单子不要去交易的。第三个是什么？涨跌停时一定要无理由地平调反向单。当你涨停的时候，不要持有空单；当你跌停的时候，不要持有多单。你要想办法把它平掉。那至于怎么调整，要做思考的。那么第4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交易者没有思考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滑点。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摩擦成本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但是很多交易者都会测试的时候就加2跳滑点，他觉得加2跳就是干嘛，就觉得很安心了，就2跳。所以这样子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的滑点是不客观的，你的发单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位置买的，它会决定你滑点的成本，不是说统一加2跳。那我想问，第一段位置如果你去买，跟第2段位置买，你们成本会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一段一定是高，第2段一定是小。那么你的策略应该是在第一段买跟第2段买，怎么去优化？这个就值得思考。所以像这一类的，我们要把动态的成本要考虑进去。第5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做处理震荡的能力。这个是金字塔的那个平台，它有个自动的调整的这样一个就是转化的能力。大家可以看，这里其实是相同价格、相同时间的曲线，有没有看到区别？上面的 K 线数明显要比下面要多，下面的走势规整度明显比上面要好。为什么？是因为它的整理震荡的方式会变得让曲线变得下面变得更加的规整。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先把这些问题处理完以后，这个指标就会变得非常清爽，交易起来我们又多了一点点优势。所以我说，优势不是一招鲜，优势是所有细节扣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优势。所以细节来源于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我们的市场理解来源于我们广泛的交流，以及自我不断的深度理解跟思考，还有对行情的不断的去看，去盯行情，可以思考我们的亏损单在哪里。那么真正我们能在交易上生存出来的，真正在里面打拼出来的，从韭菜变成割韭菜的那个人，我们一定要掌握对市场的一些理解。我们要跟市场保持共同呼吸，以及我们共同进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6. 逻辑至上，数据论证，持续迭代。所以整体我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逻辑至上，数据论证，持续迭代。逻辑至上是什么？就是凡事必问因，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吧。其实逻辑是什么？逻辑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我没有用到高等数学了，我都是很简单的，读了小学都能理解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逻辑，如果讲出来以后10个人都认为这是对的，那这个肯定就是好的逻辑。那刚刚讲的5个逻辑，只要做交易的，你觉得这是有错吗？但是你们会觉得这些都太小了，好像1年都没有发生几次，干嘛要去做它？其实这是错的。当发生了有一定的
只要有优势我们加进去，那我们就加分，优势就是加分，对吧？如果优势加分了，那才是我们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优势。但是，包括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不要全信，也不要不信。干嘛？回去论证。用什么论证？数据论证。我觉得出去学习也是这样的，我出去听任何一个人，我不自我设限，不要自我封闭，不要一上来这个教授、这个老师吹牛的，是吧？这个我花了这么多学费，我真的是打水漂了，忽悠，不爱惜自己的羽毛。我根本不要这样想。为什么？我只要坐在这边听，我不自我设限，听他的优势是什么。人家站在台上一定有他的优势，如果我能找到一点点增加自己的优势，那就很重要了。所以数据验证是我们来证明这个逻辑，对不对？然后持续迭代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跟市场保持同步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不断提升的空间。迭代不是简单的优化，迭代不是简单的把数据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其实做量化是死的。量化最终还是由人来做，由我们的思想来做。现在如果做大周期，没问题，你就越简单越好。做小周期越精细越好，精细到你比别人看得更深，比别人看得更多、更远。然后看完了以后，你如何落实这些细节，形成自己的优势，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和转发，谢谢你。